我呢，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，谁知那么个园子，除了他们带的花、吃的笋菜鱼虾之外，一年还有人包了去，年终足有200两银子剩呢。是吗？果真如此。从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，一个破荷叶，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。真高粱王气之谈，偏你雅的紧。依我说呀，在咱们的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1半，加1倍算，一年就有400两银子的利息。可不是？是啊。若此时生发银子，自然小气，也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儿。若此时再派出2个一定的人来，既有许多值钱之物，一味任人作践，也似乎暴殄天物了。正是呢。那依你如何啊？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，拣出几个本分老成、能知园圃的，派准他们收拾料理，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，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。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，花木自有1年好似1年的，也不用临时忙乱；二则也不致作践，白辜负了好东西；三则老妈妈们也可以借此小补，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；四则亦可以省了花匠、山子匠们打扫人等的工费，将此之余以补不足，未为不可。善哉，3年之内无饥馑矣。3人治家团队中，李纨问事不知，说事不理；宝钗不关己事不张口，一问摇头3不治。这使得探春在治家团队的地位得以凸显。之前，探春对赵国基抚恤金一事的处理，已经让众管家婆子领教了她的行事果决、铁面无私。而如何才能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，探春心中自有打算。宝玉等人上学，按旧例，一年有8两银子吃点心或者买纸笔的钱。当一位媳妇来领取贾环与贾兰的学中费用时，探春就断然拒绝发放，因为他们都有月钱。她下令从今起把这一项免了，话说的斩钉截铁，使众管家都领略了探春毫无商量余地的强硬态度。而机灵的平儿立即领悟了探春的思路，探春要找几件厉害事与有体面的人开立镇压，来给众人做榜样。随后宝钗临时决定与探春一起用餐，丫鬟便传令管家媳妇将宝钗的饭菜送来。探春闻言当即驳斥，她下令要平儿去传饭。平儿是王熙凤的心腹，常代表凤姐行使职权，众管家对她都有敬畏。可是她毕竟只是个通房丫头，身份地位低于众管家，故而探春令她去传饭。此举还含有一层意思，即探春已意识到，只有整治已有混乱的等级制度，她在治家过程中的权威地位才会牢不可破。在听了平儿的汇报后，王熙凤立即明白了探春的思路，她嘱咐平儿道：探春如今要做法开端，一定是先拿自己开刀。倘或她要驳自己的事，平儿只需越恭敬越说驳的事才好。王熙凤的态度是在帮助探春立威，以掌控局面，对于探春准备改革的设想，也表示愿全力支持。王熙凤支持探春，自然有她自己的打算。她深知荣国府财务上的困境，家里出去的多，进来的少，家族败落的势头业已显露，如果不趁早料理省俭之计，再几年就都赔尽了。探春的努力有利于延缓败落势头，而且她只是暂时代管，日后还得由王熙凤直接面对这一困境，因此王熙凤拿定了主意，要把探春作为自己的臂膀。同时，王熙凤还有个不可告人的考虑，她管家期间得罪了许多人，从私心角度着眼，也应支持探春的兴利除弊，因为探春出头一料理，众人就把往日王熙凤等人的恨赞可解了。探春在严格维护府内管理制度的过程中，树立了自己的权威，同时也确立了她在3人治家格局中的主导地位。可是探春并没有立即推出经济改革计划，而是对平儿说：咱们4个人商议了，再细细问你奶奶可行可止。当得到王熙凤全力支持的保证后，她才提出兴利除弊的改革设想。王熙凤经验丰富，其背后又是王夫人，
探春显然明白，没有他们的允诺，其实什么事都干不成。探春的改革有个现成的范本，那就是赖大家的花园。在第47回里，探春随贾母前去游玩，发现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，却也十分齐整宽阔，泉石林木，楼阁亭轩，也有好几处惊人骇目的。探春是有心人，尽管当时她还没有代理管家的职责，却已在细细打听这花园的具体情况，才知道那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、吃的笋菜鱼虾之外，一年还有人包了去，年中足有200两银子剩余。从那日起，她才明白，一个破荷叶，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。探春所谓的兴利，其实就是借鉴赖大家花园的管理模式，从而使大观园在经济上有所产出，而大观园要比赖大家花园大1倍多，加1倍算，一年就有400银子的利息。不过赖大在经济上虽已是个财主，但他的身份毕竟还是下人，而荣国府是钟鸣鼎食之家，不能那般小气，样样都去生发银子。于是探春将赖大家的经验做修正后，提出了自己的方案，那便是不再雇用外面的花匠工匠，而是将大观园分片包给那些本在园中服役的婆子，而承包上岗的条件只有2条，一是本分老成，二是能打理园圃。这样的做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，大观园的各园地都得到了专人修理，效益自然倍增，而且各园地的产出也不致作减，可以做到物尽其用。而对那些承包了土地的婆子来说，责任、权利、利益就紧密地捆绑在一起，他们自然不会像之前外来工匠那样偷懒怠惰、任意作践。但由于探春明确提出对分管各园地的婆子们不要他们交租纳税，因此就现金收支来看，这一举措并没有增加实际收入，只是省去了雇佣外来工匠的工费，只是一种省俭之计。探春的方案得到了李纨、宝钗与平儿的赞同，但她并未立即动手操作，而是先让平儿去向王熙凤汇报，取得她的同意后，接着又是让李纨召集众婆子宣布新政。在公众面前，她对自己只是协同李纨管家的位置把握得十分到位。众婆子对新政的反响非常热烈，同时众婆子在竞争上岗时也都表示还可以交钱粮。这笔收益该如何处理？若按制度办事，年终算账归钱时，自然应该归到账房。探春感到这样处理会有麻烦，她的新政并没征求过账房的意见，那些承包者在归账时必会受到账房的刁难，因此探春提出，竟别入他们手，每年归账，竟归到里头来才好。所谓里头，指的应是2门内的治家者。这样操作的确越过了账房，但它意味着在制度外开设了新的资金流渠道，用今天的话，就是治家者绕过了账房与银库，设立了一个小金库。这样的操作显然是荣国府财务制度所不容的，账房只要搬出祖宗定下的旧例，就可以否定探春的设想。探春毕竟是不谙世故的小姐，她初次李家，还不清楚此中的机关与诀窍。相比之下，宝钗对探春方案的修正就显得变通得法。这笔钱同样不上缴账房，却不作为小金库存在，而是直接分给承包者之外的婆子们。理由是园内婆子们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，这园内既有了利息，也应该沾带些的。倘若这些人在改革中分享不到红利，他们只要做些手脚，如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几个果子，多掐几枝花，承包者就会遭受很大损失。宝钗的修正案得到了众婆子的拥护，他们无论承包与否都能得利，个个欢喜异常，欢声鼎沸，皆大欢喜。宝钗也考虑到账房等处的管事者会讨厌这类改革，因为这是夺他们之权，生你们之利的方案，但她又认为只要大家齐心把这园子管理得谨慎周全，那些管家们就会心生敬服，诚心支持。宝钗训导那些婆子时自然要这样说，但事情究竟会如何，她何尝不清楚。新政的实施对荣国府整体固然有利，但对有权有势的管家们来说，他们个人都没得到任何好处，相反是权威遭到了挑战。眼看婆子们都从新政实施中获取利益，自己却无丝毫的进账，
这些人怎能容忍？当然，他们对于新政或许不会直接刁难，也不会去做与李纨、探春与宝钗发生争执的傻事，但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从其他方面掣肘报复，实在是机会太多，操作起来也很容易。宝钗后来又提到的头油、脂粉等项，按府内规定，每位姑娘每人每年24两，并非小数。由于买办们从中渔利，买来的尽是伪劣商品，那些小姐只能托人另行购买。探春鉴于此，已下令将这一项免了，而现在的方案是头油、脂粉等由承包的婆子负责供给，姑娘们的利益得到了保证，且无需再掏钱托人购买。而细心观察探春的改革方案，被省减的各项原先都是由买办房领了钱派人外出购买，如今这些项目都堵塞了买办们渔利的渠道。这意味着除账房外，与改革有利益冲突的又增添了买办房，而且账房与买办房以往能从中渔利，少不了银库的协助。这样一来，荣国府重要的几个管理机构都已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，探春新政的前景着实堪忧，这为后续改革的失败埋下了隐患。